都说肃王、四王妃间谍情深，今天本宫来试一试，你们的感情到底是不是坚如磐石？我已经告诉苏千玉你在城外破庙，如果他选择救你，放弃皇位，那我可以放你们归隐；但若他心里没有你，执意要与本宫对抗，那本宫只有杀了你，以血祭旗，犒慰三军，如何？你觉得这赌局有意义吗？苏千玉背负杀母之仇，而你们踩着他母亲的鲜血净身，他若是此等血海深仇不报，才是愧为人子。苏王妃真是大义凛然啊！若我告诉你，苏千玉一直是在利用你，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坚定吗？利用？这招对月晕丸有用，对我未必。苏千玉娶你，就是为了你背后的太傅府，跟你讲先皇后的故事，一步一步的利用你，让她的身世暴露在父皇面前，而你承受着将要到来的天子之怒，她却在背后坐收渔人之利。如此算计，我都自愧不如。说这么多，你看到了吗？你怎么比那茶馆的话本还会编啊？你若是以后不当太子了，还可以去做说书先生，笔给你，你来写。我只是了解的，权力永远都比女人重要。世间男人皆是如此，女人最后都会被舍弃。先皇后如此，岳云婉如此。你说苏千玉会是例外吗？地位和你，我倒要看看苏千玉会选哪一个。看来，结果马上就能出来了。你是期待看到他，还是看不到他呢？站住！苏千玉，你不用管我。太子好算计，一命换一命。肃王犯上作乱，自刎于大殿之上。本宫体恤肃王多年战功，饶肃王妃一命，如何？你该不会以为他的命能威胁到本王放弃唾手可得的皇位吧？此间事成，后宫佳丽3000，区区女子为大事献身，本王必为她死后尊封。说得好，肃王果然杀伐果决，岂是儿女情长之辈可比？肃王妃真是大义，被利用了，还如此为他着想。你当真不顾这个女人死活？你既知道是利用她，那区区一颗棋子的性命，与我又有何干系？倒是你，
对父皇下药，把控宫闱，犯上作乱。本王此举乃清君侧。顺便提醒太子一句，你以为本王是如何直入此地？你的人俱已被斩至马下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本王可饶你不死。真是可笑！是你狼子野心觊觎皇位，将本宫逼到如此境地，你凭什么以为我就该束手就擒？凭我母妃的血债，从当年那场大火开始，你我注定有这一战。鹿死谁手，各凭本事。若你现在投降，投降？本宫当了20年太子，岂会屈居人下，委曲求全？既然死，我也要你最爱的女人陪葬。皇上驾崩！皇上驾崩！先皇丧妻内，本王将以肃亲王之名暂代朝政，以日待月，扶丧36日后正式登基。看样子，尚书大人是不同意。老臣不敢，老臣只是提醒肃亲王，除了先帝大殓，还有先皇后与先皇合葬皇陵。至于贤妃谋害先皇后之罪，证据确凿，赐死。重卿还有异议？既无异议，那臣等无异议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奉王爷之命，寸步不离保护王妃。我是犯人吗？为何要寸步不离？别再跟着我！听不懂吗？我说了，别再跟着我！参见王爷。你打算软禁我吗？当然不是。这几日事发颇多，加上登基前不敢出乱。等你跟我进了宫，我便给你自由。苏千玉，你自己觉不觉得这话好笑啊？进宫是失去自由的开始，不是吗？我们和离吧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难道太子说的话不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太子说了些什么，
但请相信我，由始至终，我做这一切，不只是为了母亲，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将来。为了我们，在傻傻被你利用完、欺骗完之后，你告诉我这些都是为了我，为了将来，你认为我还会信你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没有任何的阻碍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你信吗？你母亲也曾经是你父皇最爱的女人，不也一样死于非命？皇权斗争向来是世间最残酷的。为了皇位，父子拔刀，手足相残，史书上太多了，何须多加一个我？我意已决，放我走吧。如果没有那幅画，你还走得掉吗？画呢？画呢？画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苏千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留下你。你性格大变的原因，果然是那幅画，对不对？自边关归来第一次见你，你搞得府上鸡飞狗跳。一个人不可能变得如此有意，除非你不是真正的齐宣。我从不曾追问你，那是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会有一天告诉我。可你呢？三番两次，拿何理要挟我？苏千玉，我想留一条退路，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所以你为何怪我欺骗你？你不也在欺骗我吗？好好留在我身边吧。来人！没有本王的允许，王妃不准踏出寝宫半步。沉溺于你怀抱的眩晕，像一场梦境。所以，愿是穿越多我再也回不去了。才装出什么？王爷，您该休息了。这些奏折不急于一时半会儿，身体重要。您这样，王妃也这样，这一个个都是怎么了？王妃怎么了？小奈说，王妃还是不愿意吃东西，每日话也说不了两句。知道了。王妃总会了解您的苦衷的。乐月，我以为大事继承，齐宣也会为我高兴，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王妃一向与别的女子不同，属下虽然不懂情爱，但是戏台上的爱情，总不过都是想让彼此都幸福快乐。若我告诉你，苏千玉一直是在利用你，你还会像现在这么坚定吗？苏千玉娶你，就是为了你背后的太傅府，跟你讲先皇后的故事，一步一步的利用你，让她的身世暴露在父皇面前。说吧，这块玉佩从何处得来？而你承受着将要到来的天子之怒，他却在背后坐收渔人之利。我只是了解的，权力永远都比女人重要，地位和你，他选择了前程。我的一番心血，最后全变成了你的算计，是吗？我想与你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愿是穿越多少的路径，才装出涟漪。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这蛋糕是本王与王妃亲手做的。既然你们怀疑，多说一声无用。本王以身为证，以命维护。想起你，愿你恨你再次忘记。我的愿望是，每年生辰你都陪在我身边，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礼物。全都是假的。苏千玉，
你怎么能一边说着甜言蜜语，一边在冷血的算计我、利用我？从始至终，无论是真齐轩还是我这个假齐轩，都只是你登上皇位的踏脚石罢了。鸟失去栖息的森林，花期未尽却来不及。你既知道我是利用他，那区区一颗棋子的性命，与我有何干系？想你。画卷没了，我该怎么离开？万事万物皆因缘起，可是有缘起就有缘灭，兜兜转转，总归要回到原点。回到原点，难道是？王妃，小奈没能帮你保住画，现在那幅美人图正在养心殿中。有人发现画中另有玄机，听说先皇早年在那幅画中暗藏了一道传位诏书，指定皇位继承人乃大皇子苏千玉。经所有大臣鉴定，为先皇手记无误。那幅美人图不仅仅是一幅画而已，朕该是你的一分都不会少。原来如此，王妃，我带你走吧。如果离开能让你开心，那咱们就离开。不管你想去哪，小奈都陪您。小奈，我想清楚了，你去转告王爷。好，我这就去告诉洛云。没想到，连这幅画里也有我。原来一直在找需要这幅画的人是你，所以你才会推波助澜，费尽心思，不惜得罪太子也要为我取画。其实，离开还有一个办法。王爷，小奈刚刚传话，说王妃她想见你。本王现在就出宫，你不必跟着。这几日王妃可是想清楚了，决定进宫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我想告诉你一些我的事。那你说吧。那天你说我隐瞒你，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每次当我想告诉你真相，总有个念头在阻止我说出来。也许是潜意识吧，认为那是我最后的退路。你猜的没错，我不是那个你曾明媒正娶的齐轩，
是一缕一魂。那幅画就是我来去的关键。你毫不惊奇，恐怕早已将我查得天翻地覆了吧？无论你来自哪里，你都是我明媒正娶的结发之妻。苏千玉，不要总把话说得这么一往情深，但实际上却全是算计。习惯于把你背影刻画成一片阴雨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再过几日就是你的大日子，祝你往后所得皆所愿。忘了你，转瞬即是没痕迹。沉溺于你怀抱的眩晕，像一场梦境。愿是穿越多少的路径，才撞出涟漪。我不会死吧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在我的这具身体，你可以放心做你想做的事，一切由本王为你撑着。想起你，愿你恨你再次其实你可以依靠我。可以吗？当然。对不起，本王来晚了。你说的不对，喜欢一个人不是分析情报军区。那是什么？我的愿望是，每年生辰你都陪在我身边，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礼物。沉溺于你怀抱的眩晕。苏千玉选择的肯定不是你，毕竟你对他而言也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罢了。我在你编织的爱里陷落的无畏无惧，全是我与你重叠的命运。想起你，愿你恨你再次忘记你，喧嚣主张疯狂的爱。这杯酒就当我提前为你庆祝。没有结局，追寻你背影，虽是短暂又最炽烈的相遇。抓紧一刹那，曾经再次拥抱你，倦鸟失去栖息的森林。花期未尽，却来不及让你送我最疼痛的。这一次终于轮到我算计你了。是独自想你。齐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剩下我一个人？齐轩，齐轩，为什么？原谅我。回去的路不止画卷。我已经后悔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你好好的留下来，只要你好好的活着，你好好的活着，我怎么样都行。太晚了，你忘了我吧，就当你我从来没有遇见过。想起你，愿你恨你再次
忘记你，喧嚣主张疯狂的爱意。轻薄的你来好苦我，没有继续追寻你背影。此时短暂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抓紧一刹那，曾经再次拥抱。好像从小到大都这样。我在意的，总是不能留在我身边。为什么送我这个？因为小兔子对你很重要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这个可是我特别为你去做的呢。是代表着夫妻的证明，你可不许摘哦。听明白了吗？说什么会一直在我身边，都是骗我的。对了，跟你说，我最近总是梦到一些奇怪的梦。我梦到自己到了大燕朝，那里有一个冷面的王爷，也叫苏千玉。然后我好像还跟那个王爷互换了身体，我变成了王爷，他变成了我。第一次是互换了，第二次又换回来了，奇怪吧？虽然很奇怪，但是你梦里有我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还没有梦到啊，但如果是 happy ending， 我会告诉你的。肯定会 happy ending。皇祖母万寿无疆。云婉向皇上太后请安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祝太后万寿无疆，千秋永寿。祖母，这是孙儿新纳的侧妃，月是云婉。我们为您精心准备了寿礼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哇，好精致的绣品啊！是啊，妙笔生花，行云流水，看起来竟跟太后当年所画的花鸟图有几分相似啊。是啊。林尚书好眼力，妾身资质愚钝，比不得太后当年手笔。小丫头过谦了，这等玲珑心思，本宫当年在你这个年龄可是差远了。哎，母后年轻的时候可曾是名动皇城的才女啊，又何须自谦？儿臣愚钝，不似千玉那般善于揣摩圣意。云婉也没有苏王妃聪慧过人，我二人的贺礼定是比不过千玉夫妇。我的礼物就俗了，还请太后别嫌弃才好。这是什么？承袭恭祝太后，祝太后先福永寿，后泽绵长。这又是何物啊？看起来好像是糕点。
哪有糕点长这个样子呀？这是生成蛋糕，是我与素王亲手做的。这上面的食材均是可食用的。寿桃是由奶油制成，就是牛乳，还请太后和皇上品鉴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多奇思妙想？这第一刀啊，一定要由寿星亲手切才行。这个寿字呢，也得吃了。这是素王妃，你怎可对太后不敬？今日太后大寿，竟送贺礼如此，此乃血流成河之意，你是何居心？爆浆蛋糕而已。其实呢，我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的？这有何说法？太后，这个呢是一种做蛋糕的方法，叫爆浆蛋糕。其实呢，这里面的果酱啊，是由鲜花和水果制成的。我发现了一种鲜花叫玫瑰，它们经过加工后就可食用了。重点是玫瑰的花语。怎讲？玫瑰代表的是热情、热烈、生命力。其实贤妃娘娘说的也没错，这红色呢确实是代表鲜血，但是鲜血呢也代表活力。晨曦只是想将这些美好的祝愿都送给太后。祝太后万寿无疆！祝太后万寿无疆！都坐下吧。太后，您尝尝。好。真好吃。本宫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肃王府很是费了一番心思呀，今日你们有心了。母后，废物！竟然连太后所中之毒具体是什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朕养你们有何用？皇上明鉴，微臣行医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毒。太后虽无性命之忧，但无法醒来。滚！皇上，肃王妃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救皇祖母。既然已经知道毒药就在蛋糕中，具体的解毒之法，应该问下毒的人吧。不是我没有。太子慎言，仅凭一支发黑的银针便下此结论，太子未免太过儿戏了。苏王先别着急撇清关系，要知道，这蛋糕上的寿字裱花，太后是在肃王妃的要求下独自品尝的，而好巧不巧，这根银针刚好就是在这部分食材上变了色。可是这裱花留给寿星吃也是过生日的传统，况且这蛋糕是我们亲手做的，怎么可能会有毒呢？
肃王妃费尽心思讨好太后，必有所求吧？若我真有所求，那我向太后下毒，岂不是自掘坟墓？如果是因为有人比你更讨好太后，所以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苏千玉，这蛋糕是本王与王妃亲手做的。既然你们怀疑他，多说亦是无用。本王以身为证，以命为护。有本王在，何人敢与他为难？希望真能如你所说。若本王都护不住他，那天下便无人可护他。哎呀，行了，现在太后中毒原因不明，你们俩要是真的有力气没地方撒，就去帮我查线索，把别人甩给我的锅给我甩回去。查就查。各种食材都没问题，裱花这也是我亲手调的，也不可能有问题。可银针确实是变色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让银针变色的不一定是原料，而是在宫里被人下了毒。可苏千玉没……我没事。可太后确实是晕倒了。到底是谁这么费尽心思的陷害我，在这里下毒？今日太子与侧妃偏偏针对你二人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罢了。我去追。你没事吧？黑衣人莫不是故意将我引到宫里？虽说太子嫌疑最大，但这不像是他的作风，除非下命令的人不是他。还是你谨慎，用太后来转移肃王夫妇的注意力。他们以为是陷害，莫不知我的目标一直都是苏千玉。经此一役，苏千玉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既然要做，当然得计划周密。苏千玉虽然中了毒，但是也只有看到他毒发，我才可以放心。毕竟，百密一疏，岂非可惜？母后，
我了解苏千羽，一旦冤枉齐轩在蛋糕里下毒，他必定会亲自证明他的清白，从而吃掉有毒的蛋糕。齐轩果然是他的软肋，他那日也吸入了加入香炉的药液，所以派出黑衣人引他动手，他独花无益。他们应该怎么也想不到，太后的婚事就是个障眼法。我们真正要下毒的人是他。苏王教了你10几年王姐，你也真是狠下心来。岳云婉的性命早就已经还给了肃王府，岳府的满门仇恨，我早晚要向他们讨回来。还不够，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本宫都要夺过。皇上有命，肃王妃毒害太后和肃王，即刻收押。真没想到，在这里见到你了，王妃。竟然是你一直在帮着太子，推苏千玉一直视你为亲姐。视我为亲姐？我本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有父母，有亲弟弟。若非老王爷陷害，我又怎会寄人篱下？肃王府让我家破人亡，出于愧疚收养了我，还要让我感恩戴德吗？你恨肃王府？苏千玉知道这些事吗？他知道又如何？不知道又如何？总归我岳父，上下的人命需要血债血偿。先不论这些事情是否有内情，当时他还是个孩子，又与他何干？与我何干？与他何干？若非岳父顶罪，肃王府能有今天的荣耀吗？他享受到的一切，都是岳父几百条人命堆积起来的。我向他讨债，有错吗？这就是你们的目的。你们利用我拉苏千玉下水，然后要他的命。至少我比你们仁慈，让你们死个明白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我只是让你们也尝尝转瞬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一直在找的画即将被毁掉，就是开始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我想要的结果，就算你们失去了一切，我想要的也回不来了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对那幅画动手了？不可能，那幅画肯定还在，我肯定能回去。说，谁派来的？
带走。是。苏千玉，有人要杀我，有玉婉说，他要让我失去一切。没事了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他要我的命，苏千玉，我想离开，带我回家吧。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我要离开这里，请带我离开这里。很快我就带你离开。所以，我没中毒，很惊讶。那日在寿宴之上，我就察觉到了香炉不对劲之处，大家并无大碍，便没有放在心上。而后太后晕倒，本王便知道此事不简单，所以将计就计，送你们上宫。东宫宫女慧珠，说吧，谁派你下的毒？贤妃还是太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本王倒是不介意，让你知道军营里对待奸细的手段。给你个机会，说出背后主谋，我放你走。不说也可以。那本王在你身上多扎几个窟窿，等你血放干之前，你都有希望。我带你。王妃，你把药喝了吧。大夫说您在冷宫受到了惊吓，还有些风寒入体，得好好养着。我不想喝。苏千玉那边怎么样了？王妃莫慌，王爷已经找到真凶了，现在正在面圣。听说牵扯到太子和贤妃娘娘，估计会是一场大官司。父皇明察，虽然慧珠是母妃宫中的侍女，但此事绝对跟我和母妃没有半点关系。证据都摆在这儿，人也是你宫里的人，还说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当真以为朕老糊涂了吗？皇上，是臣妾于下不言，与太子无关啊！皇上，此事与母妃无关，都是儿臣的错。就怪儿臣识人不清，害了太后，也差点害了父皇。太子这是何意？那个叫慧珠的宫女，前些日子被母妃送到东宫将侧妃归去，竟然被侧妃收买了，归根结底还是儿臣太过感情用事。说来愧疚，岳氏跟苏王府是表亲，所以儿臣才会对他设防，这才受到鼓励。何出此言？儿臣已经查清了岳氏的真实身份，他的父亲是老王叔麾下旧部，他曾因行军不力，父皇下令将其满门抄斩，也不知他为何得以逃脱，到儿臣身边，应该就是找机会谋害父皇报仇。千玉，这消息可否属实？陛下明鉴，当年岳氏一案，也有父王治下不严之过。岳氏有幸逃脱，被母妃收留，吾皇宽宏，并没有赶尽杀绝，所以我肃王府上下从未有过犯上之意。不日前，岳氏与太子相识，太子求娶为侧妃后，这岳氏突然要为父报仇，个中曲折，恐还需调查清楚。
驾到。王姐，你现在倒是有大家闺秀的样子了。还要感谢王姐曾经的教导。齐轩再笨也该学聪明了。你今日就是来嘲笑我的吗？王姐可后悔？后悔？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对他情深至此？太子殿下为我岳家洗清冤屈，又在我落魄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容身之处。即便知道他对我多番利用，我也不曾后悔。在下苏千绪。当日救命之恩，今天就当是还他了。就因为他救过你，帮过你，你就对他这般死心塌地。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不管真相如何，岳氏不能再留。这件事，千羽处理得很好。往后太子继承大权，有你辅佐在侧，朕也就放心了。岳家的案子和老肃王爷无关，当年是岳将军急功近利，中了对方的计，老王爷御下不严，被圣上责骂，还不忘为岳家求情。岳家的悲剧跟肃王府无关。你胡说！苏千玉查过了，那日的英雄救美，不过是苏千绪一手策划的。你却以为你们是命中注定，殊不知他一直在利用你。他说你接近他是为了给岳家报仇，要犯上作乱。因为是储君，所以草菅人命就可以被原谅吗？若天下之事当真如此不公，这个皇位，我苏千玉要定了。我这一生就像个笑话，欠你们的只有来世再还了。苏千玉已经为你打点好一切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但从此以后，你不能再踏入都城半步。千羽身边有你，我就真的放心了。让千羽千万小心，你们要的东西，现如今都在东宫手里。这是……听洛云说，江南红螺寺有一棵姻缘树特别灵验，求什么得什么。我们去不了江南，所以我让他们按照那棵姻缘树的样子布置了一番。布置这个做什么？这是求姻缘的，可我们已经是夫妻了。不够，我想与你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生生世世，永不分离。没想到你还信这些啊！我从前不信这些，可是自从遇到你，我好像变得越发贪心了。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些，想要活得更久一些，这样哪怕死后进地狱，也觉得值得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，这是我母妃的玉佩，她的闺名叫舒婉，这是
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现在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自从那天你被关进冷宫之后，我每天睡不好，吃不好，害怕你出事，害怕。你这么害怕失去我啊？那如果有天我突然消失在你的世界里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束光是你守候的力量，那束光牵引我不彷徨，翻越过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抵达你身旁。那束光护我孤独中坚强，那束光温柔了我梦想，你时光如我生命唯一信仰。那束光是你守候的力量，那束光牵引我不彷徨，翻越过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抵达你身旁。那束光护我孤独中坚强。如果没有你，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就让我们用力你我也送一个礼物给你。那一天你的光芒把我点亮，我看见念念不忘终有回响。送你的礼物。无惧狂风暴雨和前路漫长，我只想牢牢牵住你的手。为什么送我这个？因为小兔子对你很重要，所以你从小到大在宫里都没什么朋友啊。小的时候身边除了母妃以外，还有一只受伤的小兔子。那只小兔子陪了我很长时间，可有一天小兔子也不见了，身边就再也没有说话的了。好像从小到大都这样，那些我在意的总是不能留在我身边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们也没有退让，多少次红了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一定过得也很好，遇上一个温柔的人，安稳地过了一生，就像我遇见你这般。我看见念念不忘终有回响，无惧狂风暴雨和前路漫长，我只想牢牢牵住你的手掌。那一天你的光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留在这里，与他厮守终生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尽我所能的去帮他？这是我母妃的玉佩，她的闺名叫舒婉，这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现在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你。这些年我确实多番谋划过，但并非为了夺权，我只想还母妃一个公道。可是自从遇见了你，我好像变得越发贪心了，想要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些，想要活得更久一些。你想要的公道，我帮你去讨。说吧，这块玉佩从何处得来？玉佩是故人所赠，他给我讲了这枚玉佩的故事，皇上可有兴趣？说来听听。玉佩的主人人如其名，是一名温婉贤淑的女子，名叫舒婉。可惜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桥上的初遇，她以为是爱情的开端，却不料其实是一场悲剧的开始。他们两情相悦，互许终生，可她的丈夫却连真实的身份都未告知。她不争不抢，专心相夫教子，可笑她最终连命都保不住，就连唯一的儿子也差点没保住。
带着母亲唯一留给她的遗物，跌跌撞撞的长大。嫁人前，她笑得无忧无虑，可嫁人后，就连画像时，眼里都是掩不住的忧愁。她死得不明不白，凶手却踩着她的鲜血，稳坐云端，高高在上。不知他在天有灵，是否会后悔当年的相遇？也不知夜深人静时，那个男人对她可曾有过半分思念？等你到了朕这个年纪，就会明白，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取舍。可他为了爱，却付出了他的一生。若他早知自己最终是被舍掉的那个，也许他宁愿没有那场相遇吧。你可知，就凭你刚才说的这番话，朕便可以治你大不敬之罪。到了今时今日，难道皇上还不想相认吗？因为我并非老王爷的亲生儿子。所以你……没错，我就是当今皇上的第一个儿子，真正的嫡皇子。传速王，无论王妃说了什么，臣愿一力承担。前来吧。你的眼睛和舒婉很像，是王帝救了你吧？想不到你以这样的身份活在朕的身边。朕不敢。你是朕和舒婉的孩子，朕会加倍补偿你，给你应有的一切。你娶了一个好妻子，太傅这样板正的性子，竟能养出肃王妃这样的女儿。那幅美人图，不仅仅是一幅画而已。可惜，朕该是你的一分都不会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肃王千玉，乃朕与大行淑仪皇后之亲子，为大燕之嫡长子。今验明正身，认祖归宗，加封肃亲王。其正妃苏齐氏为亲王正妃。授以册宝，永袭勿替，钦此。恭喜皇兄了，不敢当太子一句皇兄。这只是开始。没想到有了王妃的帮助，这一日来的竟如此之快，顺利的不可思议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齐宣比我想象的还要有用。属下有句话想问，您对王妃她……当初使臣一事，我便发现了她笼络人心的本事。没想到误打误撞，竟然让他发现了娴妃的把柄。虽然期间几多波折，但太后寿宴一事，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没有错。是。
使臣，大周使臣不是被王爷您自己说服的，跟王妃她究竟有什么关系？那王妃冲撞陛下，您就不怕陛下真的罚王妃？可事实证明，我赌赢了，不是吗？比起一个野心勃勃要认祖归宗，还手握兵权的王爷，一个为爱冲动的男人，更能让皇上接受，不是吗？那您对王妃她真的只是利用吗？一个人有了感情，便有了软肋。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儿女情长。你说什么？齐宣去找桑稚？对，王妃没让奴婢跟着。禀王爷，桑翰林去东宫找了太子殿下。桑翰林，你这调虎离山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太子说笑了，翰林院中确有正事。那我回东宫还有事，你可要跟我同去啊！果然是被太子藏起来。肃王妃来东宫做客，竟无人通知本宫。不敢当太子贵客，天色不早，齐宣就不打扰太子休息了。这幅画好像是我东宫时候。肃王妃来东宫偷窃，该当何罪？没事吧？王妃误闯东宫，无意冒犯太子殿下，还望殿下能网开一面。肃王妃意图刺杀本宫，不知该当何罪？要污蔑我，也得拿出证据。只要本宫受一点伤，肃王府谋害储君一事，就证据确凿，总有人得承担责任吧？太子殿下想除掉我，现在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现在有何难？当年那场凤仪宫大火，只要我告诉父皇我所看到的，你这个太子之位，你殿下好自为之。什么？他竟亲眼所见？他亲口所说，言之凿凿，竟以此威胁我。我就知道他有野心，跟他那个该死的娘一样。当年就该再狠一点儿。那个贱人斗不过我，他的儿子也别想越过我的儿子。对付他干嘛？太子随时可以被替换，只有那个位置才是最稳固的。父皇就算政务繁忙，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啊。朝堂无小事，一旦坐上这个位置，就要为整个天下负责，马虎不得。那父皇就更得保重了。只有您身体健康，才有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。
苏千玉带兵多年，军中威望不可小觑。齐宣身后有太傅府，还有首府桑家，有人有钱有兵，如今还拿住了我们的把柄。如果这次我不能一击毙命，太子之位，本宫也不必做了。父皇到底怎么了？太医们正在紧急救治。我要进殿侍疾。太医说，父皇现在需要静养，若父皇醒了，自会召见皇兄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你就如此心狠手辣？本宫不知道皇兄在说什么。父皇晕倒，本宫作为太子，代掌公务，名正言顺，倒是皇兄该收敛。毕竟君臣有别。有劳太子了。洛渊，去找太傅桑稚和御林军副官安中进府。成败在此一举。太子殿下，一切已经安排妥当，只等肃王自投罗网了。我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还做起了这种勒索绑架的勾当。派人去给苏千玉送信，告诉他肃王妃被我关在城外破庙。是。亏我还以为你算个男人，原来是斗不过对手，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你以为你用我威胁苏千玉，她就会乖乖就范吗？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今晚就算是死在这儿，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了，所以你在才有意思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？他居然抓了齐宣！王爷，王爷，大事为重！齐宣被关在城外破庙，洛云，你带一队人马，要将他毫发无伤的带回来。属下定不负王爷所托。众将，随我入宫。是。你为什么要逃避我？你就想离开我？我告诉你，休想！你就想离开我，我不准你离开我，不允许！离婚协议书。我们结婚有1年了，之前我们都过得很幸福。这是苏千玉，你终于醒了。哦，我在哪儿啊？你之前为了救一个女孩出了车祸，一直昏迷到现在。
齐轩，难道这一切都是梦？你忘了，就当你我从来没有遇见过。初看不知画中意，再看已是画中人。流逝的时间，终究是留不住的。我再也没有办法让你幻想。也许。那一天，你的光芒把我点亮，我看见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无惧狂风暴雨和前路漫长，我只想牢牢牵住你的手掌。也是再见。